我就看你多屌！我操！我靠！我靠！ 12, 11, 10, 9, 8, 7, 6, Hey yo, welcome to Pendiver， 这是关于绘画以及画家的频道，我是画家杨力。今天没有嘉庆，或者说我们这期节目就是故意没有嘉庆，因为嘉庆上一集的写生当中，我觉得他画的比我好，让我很不高兴。我这个礼拜基本上都打算要画一点写生，然后我就跟嘉庆说，我影片都做好了，我带到他那边叫他剪接。但剪接的时候，我会在旁边侧录他的表情，看到我的画的时候，究竟有没有一种哇的那样子的振奋感？这样，所以现在这是什么东西？我这一周的秘密写生。秘密写生，好，对，我们来看一下。你这个妈的，我就看你多屌！我操！我靠！我靠！其实我重点不是说要跟你像，我重点是说我能不能画得更主动一点。然后其实我画的是一个就是非常室内有微光的这种感觉。这个墙这边其实不会所谓这么多笔触嘛，对不对？但我就是觉得为什么要修它嘞？因为反正那个墙这样留着还有光的感觉，我觉得还不错，但就是如果窗户，我的话可能这边会画一点东西，然后这个地方也会画一点微光反射，就是我会强调。那如果它没有，你觉得它没有的话，你这边可能就要暗一点，就是因为它现在这边对，但我觉得还是不错，就是说它虽然很淡，但是还是有光的感觉，就这边的对比，对，这边这样过渡，这个我要弄出一种银灰色的感觉，其实有点像那个蜡笔画派时候那种乌伊亚尔的那种画，波纳尔，对，那种感觉的东西。来看下一张，我觉得这些小笔触画这些东西还不错。我觉得这样建构蛮好的，就是用这个实心的喷枪跟对弧的喷枪，然后就可以做出这样的效果，还蛮意外。实心的那个喷枪，它有一个很特殊的渐层，它就是有一点黏，这边这样嘛，对，就这个嘛。它那个其实力道的差别，用电脑它本身是有自己所谓皴法的结构，就是它还是有一个就是用力不用力的感觉，你知道吗？电子皴法。对，电子皴法不是，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它涂色法上其实它会一直跟你建构出一个就是有力道反馈的这样一个机制，那是可以用。你把那个笔刷不同的力道反馈做出了一个可以比较的方式，然后拿它来形塑结构。我觉得这张很不错。就是它，对这个整个感觉蛮好的，然后这边这样，然后这边这样，这张不错，这不错，有让我期待下次跟你比赛了，是不是？有，我觉得有。我跟你讲，有时候只是因为上次那个景我不熟，好不好？我画的不够主动而已。要画给我自己熟的，有什么了不起呢？我用这个勾很妙，它很像一种版画感，它节奏上会比较强，而且它勾就用你讲那个琢磨的那个来勾，而且琢磨那个有间隙，对，它有间隙。因为我觉得电绘好玩的事情，反倒不是让它变得很真实，或者像我上次一样做的很细，
什么开图层，而是说因为它涂色法跨度很大。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定要把它涂色法跨度变大。因为我觉得霍肯他其实要讲这件事情，所以我前面桌子才会选了一个像炭笔一样的东西去画它。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子，就你用的是实体绘画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这个东西就是用不出来啊。然后还有你那个松吉油笔触拿来用那个茶花叶子上那种蜡的质感，就是给它给它弄这种亮绿色，对，大概点一下这样子。哦，这一张也蛮好的，而且这影子这样画的也很不错。对，用盆，而且我这个地板就这里，我还故意用 Procreate 它那个拉直的功能。哦，你把就是把它弄得很直啦，我觉得这没有关系。就也是用对比。对，下一张是我最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 OK 的，这一张，对，这张。好，我们来看看。这张是我上个礼拜画的最主动的一张。那这样阿信师，你觉得呢？我觉得这花瓣的，就不管是这边这种渐层，因为你前面你看到是，就你是后面打底色嘛，然后所以这边这个力道突然变成一个很奇怪的反衬，很有趣的渐层，对。然后这边再上这种笔触，我觉得，而且上这个笔触不是一个填满，是一种像涂鸦状态，这个很好哎。然后这边我觉得这张图也是对的，就是反而很整齐的一片黑是不对的，就是反正很整齐变黑，就是 OK， 我们知道那边是片黑。它就从整个涂鸦逻辑变成影像空间逻辑，对，它变成前后逻辑这样。然后这个火这个火这样画也是，就是这个很细的线跟喷枪这个笔刷的结合感，意外的很好哎。我觉得这张也不错哎，蛮好的。就我觉得这些线有没有，加上去，其实它有点像是这种味道变化，就是你可能咬在一个很软的东西里面，突然有个很硬的东西出现，或者是说，就在这边我在解释的是节奏，但这个节奏可以因为是玻璃瓶比较锐利的关系而怎么样？对，但我觉得这里面除了这几撇它出效果以外，真实也看到是有，然后它可以因为这些锐利的东西产生一些效果。因为我没有在混啊，我的人生对你叫我戒色之后我就戒色了。就画到这里。对，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因为我在研究涂色法，然后其实这张画里面，它的主题并不是任何一个 things， 不是任何一个东西，而是空间。我觉得这个情况底下，我的涂色法它没有地方着力。你要讲的太多了，这种画可不可以画？可以画，但是如果是我下次面对这种东西的话，我干脆就直接线描就算。我讲这么多，到最后只会是一个广角照片。下一张就是针对它，我头一转，看另外一个，就是我干脆用另外一个构图。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比很有趣，然后这样排，这个是个好方法，因为我觉得那个现场看，我大概知道感觉现场看起来应该是没有那么锐利线条的缓坡吧。它其实是农田，但农田因为它怕长草所以它只有让植物就塞种子的地方漏个洞给阳光晒，其他地方都拿塑胶布挡着了，所以它等于是一整面地都是塑胶布，但它又有农田的造型，那你就不太知道你到底要刻画它什么。然后你选的是塑胶布的条纹吗？没有，我选的是它那个走向。我也有个心得，就是说涂色法这件事情空间越大，其实你去凸显媒材不同，意义会越不大。如果你要画空间的话，你要让这张，的确这是我最后的一张画，可是我觉得它没有前面那些特别，因为你要表达空间就是那一招啦，就是远的雾一点，然后近的清晰一点。其实我也想不到什么别的招要用。如果真的要出现别的招，要更主动的话，那你刚刚改造型就算了，你甚至刚刚连造型都改了。比如说我把这个地面整个这样嘎这样抬起来，这样子。就是大空间，如果你照你站的那一个点位画的话，很多时候很无聊，就它就一定会变成全景相片了。或者是说，可能像梵谷一样，那它涂色法完全是就是跟现实没有关系。而且我觉得其实梵谷，因为他涂色法的关系，他其实已经改造型。就是他其实造型已经重新改过了。像他的话，他应该这个就不会画那么几何，或者说可能会画的
规则一点。我觉得如果是他的话，他可能比如说这一块土地啊，他就直接直的，然后点这样。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有那种什么田园诗啊、风景诗，什么柳宗元去了哪里啊，然后游哪里，他就觉得很奇妙。干，他们就只是去玩啊，然后去玩还写这么多，有什么意思？可是我觉得真正有意思的就是他真的去玩了，然后他的文字是扮演一个角色，就是介于他看到的跟他感受到的中间产生了一个中介物。那我觉得，如果真谈写生这件事情，而且还是用电脑的话，他一定要有那种鲜活日记感。然后它不是外头的东西，不是里头的东西，它是个中介物。我觉得之前的我很像是一种人肉摄影师，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来到这边，我要把它看完看透啊。但我现在觉得是时候应该去采集自己要采集。很多时候画画，尤其在写生当中出奇招，往往是用材料的有限。觉得铅笔的排线啊，那就是因为铅笔没办法做到面嘛。所以它会做排线，而那个排线又暗示光，又暗示什么？它的特色恰巧是它材料的欠缺所带来的。这就是能解释为什么我之前用电脑画写生画得很细的原因。因为你会觉得靠，终于有一天你不用管这些了，所以你当然是觉得电脑世界可以拿来画得很细的东西。可是最后你会发现，不，绘画有趣的点，如果是一个写生的作品，它就偏偏来自于那是一个有限的材料、有限的东西，用一种很土炮的方式去逼近那个对象，然后让人产生一种很好玩的联想。对，而不是说我什么工具都有了，喷枪也有了，模糊也有了，我就要弄出一种很照片感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错的。怎么样？你现在有觉得期待下一次还想去哪边？有，我现在有期待了，就是所以之前是没有期待就对了。我想说，好，看我来救场。什么？好哦！我相信各位荧幕前的各位应该没有看过这么嚣张的这个员工啦，但是没关系。老板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惯老板，所以我还是要有一定的度量。OK， 如果观众有人有话的话，其实是可以投稿。可以啊。对啊，怎么投稿？你觉得？就 IG 私讯啊。OK， 好，那就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们也有自己拿 iPad， 不管任何软体画的，请荧幕录影，然后你就私讯我们，然后我们之后可以做一期节目，就是看各位观众画了什么新的东西。那如果我们觉得这一个投稿是优秀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拿出来跟广大的爱画画的朋友分享。OK， 好，那以上是我们这一期的节目，这里是 Painterverse， 有关于画画以及画家的频道，我是杨力，好，我是嘉信，拜拜，拜拜。